公元954年正月，郭荣继位，史称周世宗。北汉世祖刘崇闻讯，断定周天子新立，无力征战，于是遣使通好契丹，自称直皇帝，借契丹大军合攻后周。北汉一朝，举国之兵总数不超过4万，其中野战之兵呢不足3万，可称精锐者为张元辉、李存圭2部，其余的便不足虑了。不是河东，是河北。陛下，臣猜测，耶律狄禄出兵河东，助战刘家是假，实则是要吸引朝廷兵马西去。彼时，朝廷大军云集河东，河北州郡兵力虚空。耶律塔列自幽州出兵，月余兵锋便可抵达澶州。澶州一下，大河天险形同虚设，京师怕是要再遭一番7年前的危局。河北用重兵，河东用偏师。官家，臣率诸将北上，醒渊谷、高平关，以拒北汉。你要多少兵？总要留几千兵拱卫京师。2万，2万已是极限。都是些在侍卫清军混了10几年的老兵油子，你镇得住他们吗？节约在手，臣勉力为之。2万兵马，要对阵北汉的倾国之兵，还不知道会有多少契丹的援军。倘若这群丘巴在战场上临阵未死，不肯用兵，你们镇得住他们吗？被侍卫清军2万，随驾河东。陛下，陛下，朕亲自去会这个刘崇。陛下，河东之事，北方罪而小国，地不过10州，户不过3万。陛下遣一大将，发兵伐之足矣，何劳陛下御驾亲征？令公，刘家老贼此时兴兵，摆明了是欺朕年轻，以为父皇宴驾，亲弟不懂割毛，不敢应战。纵使朕能忍，只怕大兴皇帝陛下亦不能忍。陛下舍却民生庶政，一意以身犯险，恐怕反倒有负大行皇帝托付之重任。令公，朕绝非轻敌，朕只是不想躲在这汴梁城中，为刘家老贼所笑。想守住大周朝的基业，朕必须向天下臣民证明，朕非但有这个资格，同样也有这个能力。只有这样，那些暗流涌动的异心异志，才能消弭于无形，社稷百姓才会少经些刀兵之苦。陛下的心是好的，然则陛下少经战争，与先帝不同，兵凶战危，容不得半点疏失。陛下自家能冒得了这个险，而朝廷却冒不了这个险。老臣昏聩，蒙大行皇帝以陛下相托付。若老臣坐视陛下自导险地而不行正谏，日后老臣实无脸面见大行皇帝于九泉之下。润柔一线的防务要加强。
从杭州调3都兵力过去，沿途有西府、秀州、中吴的节度使司，供应粮秣给养。湖州一锦军到衢州一线也要戒备，全军销假，足兵足额足饷。两县北边，当在秀州、婺州设立2个独立的转运使司，提调粮秣、甲械、辎重诸事。要备边，备的其实不是苏州、润州，也不是睦州、湖州，要备的是河东、河北。大王不是天子，不可僭越。北面之事，非我吴越前世当思之事。姑父，吴越为这天下之一角，若这天都崩了，覆巢之下安有完卵？这天早就崩了。大王，臣活了90多岁，眼见着中原乱了90多年。老王和几代先王，雄姿奋武，呕心沥血，也只保得东南13州的太平。中原的事儿，吴越管不了，也不能管。历代先王神武，善事中原大国，善抚东南百姓，百般艰难，方有我吴越如今之太平年景。大王所言甚是。胡令公，姑父，若此番契丹联合北汉刘家和南唐李家，南北合击中原，一旦当今天子再如当年晋主那般兵败如山倒，那么中原州郡变成了契丹的墓园猎场了。那下一个又会轮到谁？孤有自知之明，吴越小国寡民，便不给朝廷和天子添乱了。但若南唐君臣存下了这般给朝廷和天子添乱的心思，那孤也断不能容。诺。一旦南唐与北汉勾连，甚至沆瀣一气，齐大军趁着官家亲征，自寿州北上，使王师腹背受敌，首尾不能相顾，京师局面危如累卵啊！但若留下一支兵马南下备边，急切之间，北征的兵力却又不够了。不必留下兵马备边。莱州到杭州的海路通了吧？已经通了，南北商贾货物往来不过旬月，极为便利。给杭州发一封国信，请大元帅提兵北上，经略长江，看住南唐兵马。就一句话，有吴地在，绝不会让南边的一兵一卒越过淮河以北。内衙兵马都统军使钱仁俊，拜威武军节度使，检校太保，总摄国中兵马诸事，兼统西府防务，辅佐袁相公，留守杭州。诺。胡令公，拜江东北面行营都部署，行天下兵马副元帅事。丞相吴成，臣在。拜江东北面行营兵马都监大使，总摄诸军粮秣、甲仗、辎重公事。诺。提调亲从、亲卫、中直、匡武、次飞、左右厅等23都兵马随驾。孤要亲征江北。大王万圣！大王万圣！大王万圣！
什么时辰了？子时了。茶。连公。茶能明目。令公这又是何苦啊？官家心志如钢，不是寻常守城之主。他要亲征，让他亲征便是。令公又何苦与自家身子果过不去啊？10年之前，石重贵亲征河北，那是你等也是这般想的吧？那如何能一样啊？是不一样。石家父子与朱家父子、李家父子一般，都是从马上得来的天下，以为凭着手中的长枪大剑，便能抢来一个太平年景。孟华说得好啊，郭家父子与他们不一样，他们是想这天下没有一个太平年才做的这个天下。老夫出世以来，侍奉10位天子，亦有如李天子这等心智高远的雄主，也有石敬瑭这般绝顶聪明之人，但唯有郭家父子是把太平这2个字挂在心口的。老夫老了，拦不住陛下非要御驾亲征河东，但老夫能提着一口气，替陛下守好这汴梁。凭却这把老骨头，再赌上一把，赌赢了，老夫便能闭着眼睛驾鹤西去。若是要赌输了，无非是这中原再换一姓天子，亦无非是老夫睁着眼睛去死。令公，做事吧。诺。陛下，令公他老人家实在是身体有恙，受不得风寒。南唐大将刘仁善率10万大军出寿州攻略淮北，兵锋直指宋州。冯令公颁下唐札，京师内外戒严，
坚决上去交头。启奏官家，我军在宋州以南、颍州、宿迁设有2座淮北大营，所屯皆精兵良将，由我家阿爹和耀元佛老太尉统兵坐镇。南唐贼子想要轻取宋州，绝无可能。如若宋州失守，我赵家父子以死谢罪。好。就凭你这句话，若此番宋州不失，朕便将此地赐予你父子。谢陛下隆恩。此处便是州军淮北左营中军之所住，守将名唤赵弘殷，官拜越州防御使、铁骑右厢都指挥使，淮南西面协营都部署。54岁，河北涿州人，是块硬骨头，不好啃。这个赵弘殷堵塞水井，毁其屋舍，又将营盘扎在此处，将大路堵住，这是存下了与我死战的心思。求仁得仁，我便从了他的心愿。全军休整3日，3日后与他决战。报！报！禀报太尉，敌军后退无力扎营。下去。诺。秦大公。好，太尉大人，刘仁善天下名将，退兵无力扎营，看来是要以堂堂之阵与咱们当面打上一场。敌我兵力是9比1，至多我们只能坚持20余日啊！刘仁善，他没有20日。来，走。好酒，吃。来。那是什么？这是小女人了吧？江上有我，母猪都能让你看成天仙。你们几个在这瞎吵吵什么？头长头，快看！一战，如军有进无退，向前者生，向后者斩。太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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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官有要事相告。讲。5月前时，其举国之兵犯境，润州危殆，京都人心惶然。陛下有诏，赵太尉班师还朝，以却南军。内涵当军国大事是儿戏吗？太尉息怒。5月10余万大军横断长江，猛攻润州，南线兵力不足，这是实情。
陛下，赵太尉班师，也是不得已呀。这是围魏救赵之计，当道诸公皆智谋过人，岂能为其所惑？太尉，国中大军，尽数发与太尉北伐。南线州郡各营都兵马不足4万人数，实在是巧妇难做无米之炊呀！还请太尉奉诏班师。内汉须知，将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。这是陛下亲授金牌，陛下有诏，若太尉坚不奉诏，命下官持此金牌，收回太尉节钺。刘仁善撤兵了，小人不敢胡说，据已查看明白，敌军连营28座，俱已是空营，行囊造具等物皆不曾见，实是退兵了。我说过，刘仁善他没有20日前往出兵了。为了润州，截断长江，堂主急召刘仁善回师，淮北之危解了。令公试问，高平前线可有军情报来？辽国云中兵马多，部署耶律狄禄率3万骑兵，已于前日进抵高平，与北汉主合兵。陛下御营马步军兵力2万，敌我兵力对比3比1。官家，何辉和范延能2个傻才，假传官家口谕，带着左军和后军往回跑了。还未开战，2万便跑了1万，1比3变成了1比6，这仗还怎么打？请护着官家栾家，先退到行源谷以南再说。大军一撤，敌军必然先尾而追，到时候谁都跑不了。须得留一支兵马断后。请官家带着中军和前军缓缓而退，末将率右军断后。就是拼了这身血肉，也誓死要将汉兵主力留在此处。你当这是长于深宫夫人之手的天子？末将不敢。你有一身血肉，朕难道没有吗？尔等难道便没有一身血肉吗？你让朕退，朕向何处退？退过大河，退回到京师，两军阵前抛下士卒，独自逃生的天子，还是天子吗？朕当年在京师见识过肉袒牵羊的天子，也见识过在契丹人铁蹄之下卑微求生的孙子。朕不做那等的天子，更不愿当那等的孙子。赵元朗，末将在。当年在汴梁城头之上，面对着契丹天子耶律德光的道旗，你可曾怕过？末将不曾怕过。朕也不曾怕。大辽太宗皇帝驾前，朕与元朗都能够站直了身子与周旋。
区一个刘崇，区一个耶律狄禄，呵呵，算得了个什么东西？尔等以为朕当向他们低头吗？不得！赵元朗，末将在。把我的剑拿来。诺。朕欲取刘崇毛贼的宠君，请可愿为朕前去？末将万死不辞。官家，何辉、樊能两个杀才，已被缉拿归营，请官家治罪。官家，末将昏了头，铸下大错，请愿阵前效死，以赎罪愆。官家，末将也愿阵前效死，为其前去，为官家将太原镇取回，以赎罪愆。阵前效死，为朕前去，你们配吗？官家，官家赎罪，官家饶命！官家饶命！官家饶命！官家赎罪！朕今天若是饶了你们，还对得起他们这些为朕效死前驱、将一身血肉抛弃在了沙场上的将士们吗？朕不怕刘崇，也不怕耶律狄禄，更不怕你们这些几十年来纵兵为祸、欺上跋扈的骄兵悍将。投出去！斩了！官家，官家饶命啊！官家饶命啊！